聘员，你可以叫我拉尔夫。餐厅马上就要被拆迁了，所以需要一个保安在晚上看护一下店内的财产。公司希望录用你作为餐厅的夜间看守，下周就能够上岗。工作时间段是在周一至周五的凌晨12点到早上6点之间。您只需要坐在保安室里面，没事看看监控，并确保整个建筑内部的安全就可以了，十分简单轻松的工作。若您有意应聘，请发送电子邮件到我的邮箱。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墨，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画风十分写实的优质分类不同人《弗雷迪复活》。这游戏的画风挺真实，难度也真高，几个玩偶在新手夜晚就已经拥有了十分超模的数值，简直就是在新手村给你来个下马威。开场游戏会让你为自己输入一个名字，我们输入的名字将会成为主角的名字。游戏这样设计的目的应该是为了增强玩家的代入感。简单介绍一下整个背景设定：弗雷迪披萨餐厅又关门了啊！印象中这披萨店不是在关门，就是在关门的路上啊。然后这个网上呢就有人发帖子来讨论这个关于披萨店关门的事情。这家餐厅在当地可以说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所以会激起网民们的讨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我们的主角并不关心这种事，毕竟那是他马上要上班的地方。事实上主角也是最近才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发件人正是这家餐厅的招聘专员拉尔夫。由于主角以前的工作也是夜间保安，所以在招人的拉尔夫就给他发来了这个邮件。我们呢也顺理成章的上岗成为了这家餐厅的夜间保安。这个拉尔夫还十分的贴心啊，每晚都为我们准备了一通电话留言，指导我们的工作。 There's a computer in there that lets you view the building's security cameras. If you look at camera 01, you'll see Freddy in the game. Now, I know they may look a little creepy at night, but it's not like they're gonna walk off the stage and go to your office. 呵呵。第一页，拉尔夫给我们介绍了保安室的设备使用方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监控系统。弗雷迪复活里面的监控系统和我们之前玩过的一个同人游戏《弗雷迪夜班》里的很像。这个监控只能按房间号顺序切换镜头，不过好消息是可以倒回前一个监控，并且右上角还有一个闪光灯按钮。不过监控上并不会显示时间和小地图，想获取这些信息呢，就得把视角转到左手边，鼠标悬浮在时钟上会显示时间，地图上也有房间号的位置，这能帮你判断玩偶离保安室的远近。那么这个地方除了有时间和小地图的信息以外，还有门和窗户啊。门当然是不能够锁上的，它必须向玩偶们保持开放。窗帘当然也是不能一直给你拉上的，你需要长按鼠标才能够保持窗帘的闭合啊。据这个拉尔夫的解释是说，这个窗帘已经年久失修，过于破旧，导致它根本关不上。不过呢，这个也不是关键啊，关键在于我们需要用这个破窗帘去防御该游戏中最超模的存在——邦尼。这个游戏的邦尼在前期和后期都是一个妥妥的数值怪，动如脱兔，讲的就是它。那它的防御方式也很简单啊，当你在窗户看见它看见你的时候，你就应该拉上窗帘，让本来看得见你的邦尼变得看不见你。不过邦尼的这个探头动画时间太短了，你很容易就错过。我直播的时候就被这玩意搞了无数次心态。这是第一页啊，兄弟们，这是第一页呀，这么快吗？啊，是的，这个游戏第一页的这个 AI 数值填的就跟全20一样，非常难崩。那么除了这个正常的首页玩法以外，每个夜晚结束后都还有一个加班环节。Well, when you're done with your shift, could you head down there for me? There's an old computer with some company files that I'd like you to upload to the cloud. I'm thinking about posting some pictures or anything else you find to my blog. 第一页的这个夜班结束后，拉尔夫就会给我们打了一通电话啊，是要求我们去保安室隔壁的一个储藏室给他上传一些文件到云端上。文件的内容是店里的一些照片。拉尔夫想利用披萨店关门的这个热度，在网上发些照片赚流量补贴家用。没办法，上级的安排嘛，主角也只能乖乖照办。做完这项工作以后，离开披萨店，第一关就顺利完成了。在完成拉尔夫交代的工作以后，主角回家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邦尼在晚上复活的这一情况用邮件转告给了披萨店的高层。可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相关人员的重视，反而是遭到了拉尔夫的质疑。在第二天夜班里，拉尔夫就给这个电话留言说：“你说的这些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啊！毕竟这些吉祥物都是被螺栓给固定在舞台上的，他怎么可能会大晚上的复活过来，还来这个保安室找人呢？啊，你是不是想偷懒，不想好好干活，所以在这瞎胡闹啊？总之就是都是你的错，我们披萨店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过呢，主角的这一行为也让拉尔夫想起了之前的一个保安，好像是也说过类似的话。不过那个保安只值了4天班他就离职了，这就导致了岗位的空缺，也就有了之前拉尔夫发招聘邮件给主角的这么
么一段剧情。所以啊，你猜猜为什么钱包案离职了？你这披萨店明显有问题啊！果不其然，第2页呢，除了邦尼动了以外，奇卡也复活了。虽然说第1页的邦尼是一个妥妥的数值怪，但是好在这个奇卡他也没好到哪去。奇卡会在店内的各个房间里面随机游走，但当他处于2号房或4号房的时候，他就有概率展开一个进攻姿态。当奇卡处于这种状态时，我们需要使用闪光灯将其震慑，迫使他放弃本轮进攻，否则的话，他就会马上到你家门口给你亲亲抱抱举高高。而离谱的点也就在这里，请看小地图，这是2号房，而这是4号房，你的保安室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他的进攻路线是跑出披萨店，然后绕一大圈，再从后门进来将你直接击杀，其就位速度之快堪比博尔特。什么东西闪了一下？这不是数值怪是什么？这不是数值怪，这是什么？勝ち取りたいものもない無力なばかりはなれないそれで君はいいんだ。坏消息不仅限于此，夜班结束后，拉尔夫又要求我们加班。这一次加班的理由是因为整个建筑的电源系统出了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重启。那恐怖游戏的主角大家也都知道啊，人均电工专业毕业，那自然也就接下了这份工作。不过今天的加班环节，我们并不孤单。哇，真的是你呀！哎呀！重启电力系统的玩法是将电脑上的滑块滑到进度条的正确位置的同时，去防御邦尼。邦尼的防御方式是不停的注视他，这样会让他不停的后退，直到保持一个安全的身距。你没有注视邦尼的时间越久，他就贴得越近，直到脸贴脸将你跳杀。我靠，你贴得再近点，我就要跟你亲上了，哥。你这太靠前了啊，往后站站。我们之间需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安全距离。好，做完他就走了。我不想来这上班了。主角回到家后，直接给拉尔夫发了一堆邮件，问他披萨店里的玩偶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为什么他们会在半夜里面复活，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隐瞒？结果拉尔夫的回复是 You keep emailing me asking how they're moving, but I think you're looking at this the wrong way. It's not a matter of how, but why they want to reach your office. Do you think they want to hurt you? Talk to you? I mean, obviously they don't want to kill you since you made it to Wednesday.So maybe you should ask yourself, why? 你听听，这说的还是人话吗？合着我天天面朝监控背朝胸，还免费给你加班，你还让我反思上了，我操！这个拉尔夫简直就是……我需要一个比出生更具备攻击力的词汇。当然，出生的不只是拉尔夫，还有玩偶们变态的数值。第3页又登场了一位新玩具斯百奇，没错，就是1代的那个夹彩蛋玩具狗。当你发现它离开自己的狗窝时，在监控中寻找到它的位置，用闪光灯进行驱赶，这样可以让它回到狗窝。不过它很快就会再次苏醒，然后呢，你就要继续找它，如此往复。好消息是斯百奇不是数值怪，坏消息是它是机制怪，需要主动寻找的机制就代表了每次斯百奇的进攻都会分散玩家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从而打乱原有的防守节奏。总之，这个第3页的玩偶们就已经开始使用他们超模的数值玩起了简单的组合拳。我光在这个第3页就有几次死在了凌晨5点钟，非常的离谱。完了，狗呢？狗呢？狗在8号，狗肯定在8号，对不对？果然防到了。虽然说第3页的难度不小，但好在我们很快就适应了，也就此顺利度过了夜班。不过加班工作还是有的，这一次我们需要帮拉尔夫检查一下店内的监控设备，这对吗？这对吗？
本次加班我们需要边防御邦尼边长按读条来进行监控检查，检查出的画面内容都是有关于披萨店内的吉祥物在晚上复活，开始在店内移动的照片。其中的一张照片记录下了狐狸海盗霍斯移动的瞬间，而他之前因为不明的原因一直被存放在一个杂物间里面，没有与我们见面。而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存在，他也将在第4页中正式与我们见面。I was gonna tell you a story tonight, but I think I'll have to save it for tomorrow instead. I gotta get going now. I'll talk to you later though. See ya. 为了留住主角，拉尔夫在第3页的电话里头说，如果主角之后还来，可以给主角讲一段故事，里面就包含了真相。结果这主角周4还真就去了啊！只能说这主角也真是个神仙啊！看到仍然来上班的主角，拉尔夫很高兴，于是遵守了约定，讲起了那则故事。在上世纪40年代，有考古队伍在一处洞穴里面发现了大量的人类遗骸，没人知道这些遗骸属于谁。而怪异的事情就发生在考古队深入洞穴后，他们在洞穴的墙上发现了大量的手掌印，而在考古结束后，这些队员们发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这些手印，手掌印跟随着他们无处不在，就好像他们被那些洞穴里的受害者给缠上了一样。听完这则故事后，你现在觉得那些玩偶们的复活意味着什么呢？主角听没听懂我不知道，反正我是没听懂。我现在唯一知道的是，我们这第4页又多了一个玩偶要防御。第4页新增玩偶霍斯，是目前为止最好防御的怪物，防御方式是在6号房的监控一直盯着他看，让他回退到原始阶段就可以了。由于霍斯是所有玩具中最弱最好防的存在，所以他的一个具体防御方式我们等到第5页再细讲。这边就直接看到第4页的一个过渡玩法，这也是本游戏的最后一次加班环节了。第4页的夜班结束后，拉尔夫理所当然的让我们再次加班。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不过这次的加班内容不需要操作电脑，而是去修理管道。他还承诺这是最后一次要求我们加班。哦，难道说拉尔夫这家伙良心发现了，终于不压榨我们了？这不对吧？这是干嘛？第4页的过渡玩法是边拧螺栓边防霍斯，霍斯会从2个通风管中的其中一个发起进攻，他在进攻时会有管道的碰撞音效来作为提示，我们与他对视就可以将其赶走。不过有一点值得一提啊，那就是一定要等这个霍斯完全退进黑暗中才可以转视角，这里的判定时间非常长，急于转头很容易暴毙。你必须要等它这个管道的碰撞声结束，你才能回头。就它有个尾音，你得分辨，那个才是正确的提示音。你不能看动画，你看动画表现是不准的，你要听那个结束的尾音。我觉得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前摇要短，就是你给玩家的反应时间要短一点。当然，他退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继续工作了。赶紧走。哎，这次居然没怪。第5页的开场与其他夜晚不太一样，映入眼帘的是一大串奇怪的文案，其大致意思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曾经被爱过和被珍惜过的存在突然间被人遗忘，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想想都知道，他会恐惧，会失落，最终在不安与不解中死亡。但在死心过后，如果他依然不想被人遗忘呢？他会变成什么样子？恼羞成怒，所有的负面情绪都将会转换成愤怒。那个原本应该死掉的东西将会再度复活，它会纠缠所有人，纠缠那些曾经爱过但又擅自决定不爱他们的人。它会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死而复生。闪烁的画面，奇怪的文案，这似乎预示着玩偶的复活并不是简单的灵魂附身，这点与拉尔夫在第5页留下的电话录音也不谋而合。Do you finally know why they're alive? Does it make sense now? You know, it's really funny actually. When the place closed down, the kids didn't really know why. There was a rumor circulating that someone murdered children and stuffed them into the mascots, and that's why they closed.
拉尔夫说，关于披萨店的负面留言导致了披萨店的关门，玩偶们被人遗忘，从而感到愤怒。不同于大部分同人中灵魂渴望复仇的设定，在这款游戏中，被遗忘的不甘与愤怒才是导致玩偶们复活的直接原因。只要怒火不被平息，玩偶们就会像之前考古故事里的那些手掌印一样，会纠缠所有意外接触过他们的人。至于披萨店谋杀案的传言是否属实，拉尔夫并没有认同，但同时也没有否定。估计除了拉尔夫本人，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的真假。 People thought this place was haunted for a while because of that, and they weren't exactly wrong either. It's haunted by the past. Now, no one even remembers this place. 第5页会新增一只玩偶弗雷迪，他会从1号舞台下来，然后逐渐向保安室开始移动。他的每一次移动都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用闪光灯尽量延缓他的进攻节奏。同时，弗雷迪也是所有玩偶中最难对付的存在，而有他加入的第5页注定不会是一场简单的首页。好的，总算是正式来到了这个第5页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超级难的同人最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营思路。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到的是，第5页总共需要防御的玩偶是5只，分别是之前就登场过的邦尼、奇卡、斯百奇和霍斯这4只，加上这一页新增的玩偶弗雷迪。那么这个弗雷迪复活的第5页的一个设计思路，以及它相对应的一个打法，和弗雷迪夜班的第5页是非常像的。这2个游戏作者8成是互相认识啊，不然不可能玩法这么像。这边弗雷迪从舞台上下来了，先用闪光灯给他控一下。听到这个狗叫声就证明斯百奇出动了，我们需要在这个房间里面找一下他在哪。哦，看到了，在这个7号房间，刚好和这个弗雷迪刷一块了。那我们不急啊，等一下把他们2个一起闪了。我们第5页的一个防守重心主要是要放在弗雷迪和邦尼身上，其他玩偶的优先级都是比较低的。弗雷迪的这个进攻路线是不可逆的，所以他的优先级比较高，这个不难理解。邦尼主要是他的一个进攻动画的前摇太短了，你很容易错过，所以得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去防他。相对于刚才的2个进攻主力啊，奇卡算是第2难处理的梯队。虽然说他进攻的房间只在2号房和4号房比较好找，但是他每一次在2号和4号都不一定展开进攻，完全是随机的。总之就是他在展开进攻的一个时机非常安静和神秘，在你与弗雷迪和邦尼的一个高强度对抗中，你就很容易忽略掉这个存在啊。果然擅自遗忘玩偶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那么相比之下，斯百奇和霍斯就很好防御了，应该是算最好防御的一批玩偶。斯百奇主要是移动时会狗叫，不容易被忽略，而且他给的防御时间是非常充足的，基本上你看2轮监控能防住1次就可以了。只是他的位置不太好找啊，因为他会在整个地图里面乱穿。霍斯呢比斯百奇还好防，因为他只在6号房发起进攻，进攻也是有待机、移动和贴脸3个阶段。那么在他移动或贴脸的阶段，用摄像头注视他一段时间就会回退阶段，回退到待机阶段是最安全的。由于弗雷迪他经过的房间都离6号房比较近啊，基本上我们都是在闪弗雷迪或者是在找狗的时候顺便把这个霍斯给防了。然后监控上的房间号是总共有9个，需要注意的是1号房和9号房这2个房间的切换是比较特殊的。1号房就是舞台，也就是鸡兔熊3组的一个出生点，而9号房对应的是我们加班时的那个储藏室。在9号房，我们的监控是可以往前倒退到8号房，也可以往后循环到1号房，但是1号房它不能往前退回到9号房，只能往后退到2号房。所以你如果想在1号房的时候重新去看9号房，就只能往2、3号房的那个顺序一直切到9号房。那这个机制其实很关键啊，它这套设计啊，就让玩家检查这个监控的思维是一轮一轮来的，就1到9号嘛，挨个排查，偶尔会往前退。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给到玩家来分辨这些玩偶的一个防御优先级的参考。比方说邦尼基本上都是你排查了1轮监控，它就会来1次，那么它的防御优先级就很高。斯百奇呢，它是2轮监控排查，只要有1轮你防到了就不会被跳杀，所以它的优先级比邦尼要厚。然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8号房是保安室外面的那条走廊，邦尼如果在这条走廊上的话，他下一步就是要贴窗户。那么弗雷迪如果在这条走廊上，他的下一步就是要进保安室跳杀了。你如果前期这个弗雷迪没控好啊，让他3、4点钟溜到了那个8号的走廊，那你基本上就可以重开了。如果说狐狸只要看着就能走的话，它可以和防那个兔子重合。
它可以跟那个防兔子重合，就是你防兔子的时候切到那个6号房间，霍斯就刚好防了，这样我们能节省很多时间。它这个战略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3点19了，这个熊还被困在第一个房间，我要被他笑死了。哎，鸡呢？熊总算把它放走了，鸡在这呢。这几点了？这几点了？3点半了，在第2个房间。哎呀，笑死我了！马上就不用管他了。哎呀，熊爷你也有今天啊！这把控的好不好，兄弟们？教学局，这把教学局。他现在还在第2个房间待着呢，笑死我了。看一下鸡啊，鸡在4号，可以先不管。我在8号。鸡还没动，我靠，这鸡姐这个进攻欲望好低啊！我觉得得回去看一眼鸡，我觉得鸡要偷我就知道什么叫第6感。什么叫专业保安的第6感？我就知道，你知道吧？我第6感很准的。我靠，5点了！5点了，弗雷迪还在2号房间，笑死我了！怎么这么菜啊，弗雷迪？怎么这么菜啊，弗雷迪？找狗啊，找狗！狗什么动了？哎，5点40才到仓库，不用管弗雷迪了，不用管弗雷迪了，兄弟们，现在只需要防兔子、鸡就行了。鸡呢？等会，坤哥呢？坤哥呢？不会吧？马萨卡，7号房吓死我！好，找狗防这个。哇，这不太简单了！哎呀，弗雷迪之前4点钟、5点钟还在那2号房间杀站着呢，我靠，根本就到不了我的门口。直到霍斯这个特性以后，就能节约出非常多的时间。第5夜的夜班结束后，拉尔夫再次打来电话，这次他不需要我们加班，而是想向我们展示一些好东西。Hey, it's me. Could you leave the office and head to the dining room down the hall? I got something I want to show you. 没想到一出门就被5只玩偶给团团围住，紧接着监控传来的闪光灯声音吸引了所有玩偶的注意力。原来监控的闪光灯其实就是它的拍照功能，所谓的防御手段也正是记录披萨店情况的一种方式。I finally figured out what the flash button does. It lights up the room so that you can take a screenshot of the camera you're looking at. I finally have more recent images for my blog. 主角最后也是趁着玩偶们被闪光灯吸引的间隙逃离了披萨店，而且最终他居然还领到了工资。至于拉尔夫的目的嘛，拉尔夫利用保安们在披萨店拍下的玩偶复活照片来充当自己的博客素材。他利用这些素材精心撰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再次勾起了大家的回忆，以及其他路人对该披萨店的兴趣。
总之，拉尔夫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取得了大火，玩偶们终于不再被人遗忘，晚上也不会再复活，弗雷迪复活的游戏也就到此结束了。虽然玩偶们不会再复活，但弗雷迪披萨餐厅这一回忆在人们心中终于再度出现。这家披萨店从爆火到热度衰减，再到因为流言蜚语而无人问津，直至关门倒闭，而现在它又成为了人们回忆童年的一种美好的媒介。不过，人们在追忆过去的时候，到底是在感叹童年时期的无忧无虑，还是喜欢着弗雷迪餐厅这个主体本身，亦或者这两种情感都有，它们交融在一起，成为了对过去的追忆。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弗雷迪餐厅的怀旧热度不可能维持太久，弗雷迪他们最终还是会被人遗忘的结局是可以预见的。毕竟人们并不能过分纠结过去，每个人都要为现在的生活奔波。遗忘当然不代表背叛，但它一定代表某种东西的消逝。这也就是为什么怀旧总能算得上一种难以言喻的特殊浪漫。以上就是关于《弗雷迪复活》这款游戏的所有故事和玩法内容啦，感谢各位的耐心收看，我是陈子墨，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